Hello， 我是那个大叔，很高兴又来到我的游戏频道。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那老样子，这部影片又是使用了大震弹啊！哇，非常多火枪兵啊！没错，我这次使用跟上次差不多的，正前方摆了4队的铁薄枪手。火枪兵真的很好用。前提是不要被自己人干扰，他能全力输出状况下真的很强。那这次使用的领主是这个照明，带的是这个轰炸型的法术，以及这个强风型的法术，还有一个减少对方护甲强度减34，主要就是带了这3个。那旁边这一队有一队农民骑手，这一队是钱没有算得很好，所以多一点钱就出这一队，想说有骑兵加减有点作用。那这边中间这一排呢，全部都是翠玉勇士，旁边一队天宫龙卫队，那正中间就是2队的炮兵，一个是加农炮，一个是火箭炮。简单讲，就是一个是打单体，一个是打步兵或是这种多模组就对了。正中间还有一个战鼓，然后这个是精英版本的不太一样，精英版本的它的鼓多了一个是这个提升攻击力的，提升近距离的武器基本伤害加 15%， 还有破甲伤害加 15%。然后还可以引发恐惧。我其实想要是最后一个效果，引发恐惧。为什么呢？因为对手是绿皮，绿皮多数那个士气会比较低，所以我们可以借由引发恐惧去把绿皮吓跑。我是这么打算的。然后我们看一下绿皮这边的兵表。首先这边是兽人大块头夹在2边哦，兽人大块头很恐怖哦。好，正中间还有一队非常非常可怕的这个黑兽人精英版本，现在目前的武器威力高达79，这不是开玩笑的。以步兵来讲，79这个是非常恐怖的数字，而且它模组是40个人头哦。那这边就是基本上就是地精，可以当成炮灰，没有错，就是炮灰。然后后面这边有2队的兽人弓箭小子，他的输出能力也不差，攻击距离140，以弓箭手来讲算还可以啊，我觉得算可以。毕竟高精灵玩久了，高精灵的攻击距离是180，真的觉得高精灵的距离真的很远。然后这边还有一队地精，然后这边后面有一队这个很恐怖的蛮荒兽人战猪大块头，名字很长。那简单讲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强悍的骑兵单位啦，而且它是有着反大加成的哦，有破甲又可以反大，所以普通的骑兵跟它对撞互砍，不见得比较好。它可以说是专门为了砍骑兵而生的。那这边出了2队。其实不管1队或2队都很可怕，他哪怕是砍普通的单位也算是蛮有实力的。然后刚刚这边没有看到，这边有一队是庞大的死奎格，它主要是有着破甲伤害、反步兵，然后的攻击武器威力也不低哦。这种主要就是用来在步兵群里面洗澡的单位。不过护甲60，坦白讲，我觉得稍显可惜啊。以单体巨兽来讲，60我真的觉得不是很多。那这边还有最重要的东西啊，这边就是2队的地精投石车，这个很简单、很基础的炮兵。这边领主带的是传奇领主大杜格罗姆。它是一个骑乘战车的那个领主，它的速度很快哦
我觉得现在算快了，84。虽然说如果以射孽标准来讲，真的算慢的，射孽的速度都很快，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普通上来讲的话，84我觉得算快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对步兵有加成，而且它又是破甲，它的破甲伤害非常高。这边可以稍微看一下，感觉就不是很好惹领主。然后最后这边是英雄单位，带的是夜地精萨满，那主要是带的这个是魔法弹，还有一个这个漩涡型的法术，主要就是依靠这2个法术。那这边还有一个是强化型的，强化破甲伤害加 25%， 然后近战攻击加 24%， 能力都不错。好了，我们来正式进入决斗。那刚开始我方炮兵射程蛮远的，所以就是火箭炮跟加农炮不断的射击。加农炮主要就是点对方的死回格，因为这只单体巨兽目标这么大，我没道理去点其他人物啊。那我们看一下火箭炮这样子不断的下来，非常的可观啊。那火箭炮那个距离，那个命中率可以该怎么讲？毫无命中率可言。我们看一下，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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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很多都在前面就已经先炸开花了。那个火箭炮的命中率真的，哎呀！虽然说本来就知道它是散射的方式，但是这个真的散的太过火了。基本上。感觉对方就算不去闪，好像都打不中。我觉得炮兵那个命中率常常都觉得非常的感人啊，坦白讲，尤其像火箭炮这种东西。好，现在双方已经开始准备要接触了，对方已经不断的贴近了哦。对方的单体巨兽。还没有接触，血量就已经只剩下大约 50%， 这有点可怜啊。对方的骑兵要来了，那我方第一个选择是先把那个火枪手往前起火，疯狂射击对方的领主，好，让对方领主重创，剩下大约 25% 的血量。那我方的。完了！我方的火枪兵全部被碾了一遍。然后我这时候下一个目标就是全军撤退，火枪兵全部往后退。刚刚我们看到他是用滚的，所以他的攻击范围很广哦。再看一下画面，能不能带到他？那是他刚刚他的冲锋攻击，然后他普通攻击好像没有范围没那么大。是吐包什么？吐恶心东西。对方的骑兵刚冲撞过后又再度拉扯。好，这边我上了一个法术，减对方减对方34护甲，不是百分比。如果是百分比去减的话，其实会很可怕。然后对方的骑兵现在都反复不断的去做冲撞。我们刚刚没有看到。法术一个下来，直接把对方2个弓箭手直接炸得开花。对方领主还在冲撞，这就是战车的用法。战车的做法就是撞完，然后挥个几刀过后，往后拉或往旁边拉，反正就是先拉开，然后再重新再做一次冲撞。对，没有错，战车就是这样非常标准的玩法。如果要玩战车的话，就是可以参考一下。你看。撞一下过后，然后没多久要赶快再拉开，然后再继续再撞，这样子对方就很难输出。好，对方的开了袜过后的兽人不是开玩笑的哦。这边有一个法术准备放下，我们看一下可以造成多少伤害。地精，如果是2队地精，应该会被直接烧穿。那个地精应该会直接这边有一个法术。这种漩涡型的法术
不是很好躲。这个扣血量，我觉得已经很尽力了。好，对方领主刚刚直接被我方的火枪手拿下来哦，直接射穿，射死了。刚画面没有带到，史奎格其实也刚在乱斗中不幸往生了。我们看一下，猩红黑兽人很可怕，领主啊，还有单体巨兽都已经死亡了，他还可以在这边屹立不摇。啊，其他单位其实也一一歼灭了。好，对方还有这个骑兵单位，啊，不断的再去做冲撞哦。他现在是粘上我方的这个火枪兵，不过没关系，我们这边还有其他单位可以去碾他，然后让他没办法去做反应。啊，这两队的火枪兵在射击这个星藤黑兽人，其实很吃力。这个就是这边有卡到，稍微被自己人卡到，所以火线没有到很漂亮。好，对方也举起了白旗，准备跑路了。然后像这种单位，其实可以稍微再多打几下，因为像这种单位回线你会觉得很麻烦。像他们在跑路的时候，可以额外再多造成一点伤害，不要让他可以那么顺利的回来。好像他这种有骷髅头，这代表是一定回不来的。这种就是他绝对不会回线，这种就很放心了。好。那对方后面也就结束了，剩2台透视车，没什么好打的。好，我们这边看一下，火箭炮斩杀了蛮多单位哦，不过应该很多都是这种地精、这种廉价单位。火箭炮这种单位很容易一下就炸开花啦。然后刚开始就是这个我方的火枪手有顺利的把这个对方的领主击杀非常多血量，接近于差点原本要击杀，有点可惜没有。因为像他这种单位，其实反复拉扯这样冲撞，对步兵的影响会非常大，这个威胁其实很大，可以优先处理。然后史奎格这个单体巨兽，如果有能力的话，能优先处理就优先处理。因为像这2种单位有一个非常大的共通点，就是步兵你要拦截他，你要黏住他，难度很高。你说猩红黑兽人很强，没有错，但是你可以使用步兵去贴他，然后远程单位在旁边舒舒服服的输出，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要用这种步兵去拖住战车，拖住单体巨兽，不要开玩笑了，那是不可能的。你要拖住这种单体巨兽是没有东西可以去拖住它，它这种单体巨兽最大优势就是他想走哪边就走哪边，他想打谁就打谁，他最大权力就在这边。所以刚开始我方拥有最好的火力状态中，能把这种就是留到中盘，如果你会觉得这种东西留到中盘很难解决，因为假设说像这2个单位，或者是像这种骑兵单位，后期你要靠步兵加远程弓箭手去处理他们，根本是不可能。所以像这种话，你可以考虑优先处理。像这种黑兽人的话，就可以不用那么急迫，但是也是要小心就对了。啊，这场打完我的心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影片的内容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赞，并且分享出去。我是那个大叔，我们下次再见。拜拜。